专心研究的女人惊奇地发现，一种名叫通心的植物竟含有修复基因链的神奇蛋白酶。女人匆忙将这种酶提取出来，放到了仪器中进行分析。然而系统在检测后却发现，蛋白酶中含有其他元素，可能会导致身体出现不良反应。然而即使知道会损害身体，女人还是对孕育中的胚胎进行了注射。Ist wie der Verlust eines ganzen Dorfes. Dieser Vergleich entspricht der Wahrheit. 而女人之所以会这么兴奋，是因为未来世界毒气污染，人类失去了生育能力，仅是短短几十年，99%的人类就在痛苦和孤独中死去。好消息是房贷不用还了，坏消息是我们也狗带了。这是2004西班牙最新灾难大片空气电影上映首周就在鹿特丹电影节上拿下了12项提名。愣着干嘛？还不赶快艾特你们的大冤种好友，让他们看看未来世界有多恐怖。故事要从一场可怕的战争说起。话说在不远的2025年，地球上爆发了第3次世界大战，以美俄为首的超级大国卷入战争。因为战败，某大国率先使用了核弹，在一朵朵蘑菇云的洗礼下，地球开启了末日副本，人类文明也被摧毁。然而就在普通人忙着呐喊的时候，精英们却早已经乘坐飞船逃离了地球。等在核战中幸存的人反应过来，地球已经进入了福报时代。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人们惊奇地发现，在呼吸了被核辐射污染的空气后，人类竟然患上了不孕不育。因为物资缺乏，再加上无法繁育后代，人类种族很快进入了倒计时。我们的女主金姐是末日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灾难发生前，金姐幸运地躲进了一个配备了人工智能系统的地堡。在人工智能维达的帮助下，金姐建立了一个小型生态循环圈，才勉强得以苟活。经过10几年的自我修复，地球的环境开始好转。然而空气依旧有毒，外出必须要佩戴呼吸机。这些年来，金姐一直在尝试治疗人类的不孕不育，希望可以延续文明。可金姐努力研究了很多年，始终一无所获。更糟糕的是，地堡的资源也即将耗尽，没有地堡的庇护，金姐连净化空气都无法做到。这天早晨，金姐和往常一样从睡梦中醒来，可刚睁眼，她就从系统口中得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10个星期前孕育的最后一个胚胎样本在刚才失去了生命体征。Ist wie der Verlust eines ganzen Dorfes. Dieser Vergleich entspricht der Wahrheit. Aber aufgrund von Energieschwankungen ist es mir unmöglich, die Unversehrtheit der künstlichen Gebärmutter zu garantieren. Wir müssen das Projekt abbrechen. Es verbraucht viel zu wertvolle Ressourcen. 看着仪器中的胚胎，金姐陷入了绝望。这意味着她半年的努力都白费。而导致胚胎死亡的原因是因为 DNA 链条遭到辐射冲击断裂，无法让胚胎继续生长。系统提议终止实验，将仅剩的资源用来维持金姐的生存。可金姐却不想这样放弃，她来到实验室，想要寻找修复 DNA 的办法。然而实验了几十种植物，金姐都没有任何收获。就在她要放弃的时候，一种名叫通草的植物突然有了反应。这种植物中的一种蛋白酶竟然可以修复受损的 DNA， 但这种蛋白酶中存在其他元素，需要进行剔除。看到结果，金姐匆忙提取了这种酶，她迫不及待将其注入了新的胚胎。就在金姐满怀期待的等待结果的时候，维达却发出警告，避难所的通风设备发生了故障，如果10分钟内不能修复故障，地堡的氧气将会耗尽。看到通知，金姐匆忙换好防护服，来到了地堡的出口。她娴熟地爬出地堡，来到了通风口。原来是因为风扇老旧，导致排气设备无法正常工作。金姐用棍子戳了几下，风扇成功启动。然而就在金姐要折返的时候，维达却再次发出警告。Noch 5 Minuten. Ida, ich verstehe dich nicht. 看着突然出现的男人，金姐被吓了一跳。在这样的末日中，人心才是最可怕的。反应过来的金姐想要逃跑，可没跑几步，她就被男人追上。慌乱中，金姐意外打翻了男人，不等男人反应过来，她就用铁棍打晕了对方。看着地上的男人，金姐陷入了纠结中。原来这是她在过去的10几年中发现的唯一一个幸存者。如果将其丢在外面，10分钟后男人就会因为吸入毒气暴毙。可如果将其带回地堡，地堡的资源又不够支撑2人生存。思来想去，金姐还是心软了。她将男人带回地堡，将其关在了一个单独的房间。在男人的背包里，金姐发现了一张身份卡，她让系统读取了男人的身份。Name Azaria Santana. Fortpflanzungsfähigkeit keine. Wir brauchen ihn nicht. 男人名叫塔马德，是一位运动员。遗憾的是，马德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维达建议金姐将马德丢出去，因为他除了浪费氧气，一无是处。就在金姐要放走男人的时候，她却意外发现马德的身份信息2天前竟然出现在20公里外市区的氧气站点。也就是说，马德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的。看到地图上的位置信息，金姐找到马德，
他将背包里的奖牌丢了进去，看到曾经的荣誉，马德的表情有些无奈。从对方口中，金姐才得知，这些年马德一直在外面流浪，他想要寻找其他幸存者，搭伙组队，可流浪了10几年，他竟然一个幸存者也没有发现。如果不是今天遇到金姐，他以为人类已经灭绝了呢。通过交谈，金姐觉得马德不是什么坏人，但出于安全考虑，他还是给马德配了一个电子镣铐，只要马德有伤害金姐的行为，镣铐就会释放电流。为了取得信任，马德选择了佩戴。金姐将马德放了出来，还给他提供了一些食物。然而马德不知道，天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吃完饭，马德被带到了主控室，金姐向他介绍了地堡的人工智能，发现这个地堡竟然有智能系统。马德十分意外，可不等他从惊喜中回过神来，金姐就向马德发出了求助。原来维达的系统是负责地铁站运营的，所以内存有限。虽然金姐解开了系统限制，但维达的储存小得可怜。为了分析样本，维达早已经不堪重负，而想要维持地堡继续运转，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容量。金姐想让马德帮忙去40公里外的实验室取一个硬盘，可外面非常危险，又没有装备，马德过去就等于送死。他想要拒绝，但却感觉脚下一阵刺疼。Fußfessel aktiviert。原来是维达检测到马德看金姐的眼神不对，启动了镣铐。看着脚上的镣铐，马德只能无奈同意。金姐从仓库拿出一套防护服，给马德补充了一个氧气。这罐氧气可以维持马德呼吸6个小时，只要他的速度快一点，一个来回是没有问题的。临走前，金姐叮嘱马德，系统的硬盘非常脆弱，不能被撞击，也不能碰到水。虽然非常不爽，但马德也没有多说什么，一切准备就绪，他就向着实验室的方向赶去。然而前往实验室的路途却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困难。刚上路没多久，马德就发现头顶出现了乌云，这意味着这片区域将出现恐怖的暴风雨。还好马德的腿脚不错，他在暴风雨降临前成功抵达了实验室。在设备间，马德拿到了硬盘，可就在他要折返的时候，暴风雨却来了，大楼外狂风大作。马德原本是想找地方躲避一下，可氧气却只够他坚持2个小时，这些氧气只够他返回地堡。为了不窒息，马德只能冒险。他在废墟中找到一些塑料布，弄了一个简易的雨衣。然而马德还是太低估这场暴风雨了，刚出来没多久，他就被暴风逼到了角落。没办法的马德只能找地方躲避，可暴风雨却始终没有停止的迹象。没多久，马德的氧气就即将耗尽，他到处寻找氧气站，想要补充氧气，可城里的站点早已经废弃。绝望的马德只能摘下了面罩，准备呼吸有毒的空气。可就在他摘下面罩的时候，却发现不远处有一具遗骸。而在地堡看到氧气归零的金姐以为马德失败了，就在他郁闷的时候，地堡的大门竟然被开启了。金姐出来一看，发现马德竟然回来了。看着马德手里的硬盘，金姐迫不及待将其放置到了主机中。让金姐意外的是，新硬盘里储存了大量实验室的资料，这些资料可以帮助他更好的进行实验。为了感谢马德，金姐拿出了珍藏10几年的罐头，两人一边享受美味，一边聊起了末日。金姐想让马德留下，帮助自己完成接下来的实验。然而当得知金姐准备孕育胚胎的时候，马德却提出了反对意见。Die Technologie, die alles zerstörte, was wir hatten. Nicht so ungut wieder. Schon gut. Ich bin nur eine Maschine. Technologie. Ist es das, was du im Labor mit den Babys machst? 然而即使知道生下孩子的后果是什么，金姐依旧想坚持实验。而金姐这么做，是因为维达通过计算发现，地球的环境再过几十年就可以恢复正常，只要他们可以孕育出后代，人类就可以延续下去。可马德还是无法认同，因为这事两人发生了争执。马德最终选择了离开。马德走后不久，新的胚胎也孕育成功，金姐想要将其植入体内，准备进行人工孕育。然而就在金姐等待结果的时候，她却惊恐地发现，新的胚胎竟然再次夭折了。这是她最后的小蝌蚪样本，没有样本，实验就无法进行。绝望的金姐独自坐在角落，认为人类这次可能真的要完蛋了。谁知就在这时，离开的马德却突然折返。马德告诉金姐，他在海边发现了动物，这说明地球上的生命并没有完全死亡。听到马德的话，金姐也赶到了海边。沙滩上不仅有动物，海里还有很多植物。马德潜入水中，捞取了一些海带，回到地堡，两人美美的饱餐了一顿。金姐对之前的行为向马德进行了道歉。她仔细思考了马德的话，在这样的末日，不生的确是一种幸福。马德也没有小气，原谅了金姐。孤单寂寞的两人看着对方，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就在花姐要帮大家掐掉这段不好看的时候，马德却痛苦地倒在地上。
Wieder, was tust du da? Aber er hat doch die Fußfessel. 看到马德的镣铐，金姐才想起他还没有给对方拆除。金姐呼叫维达，想拆除镣铐，谁知维达竟然没有执行命令。原来镣铐就是维达启动的，而他之所以这么做，竟然是想除掉马德。原来升级后的维达通过计算发现，地堡的资源即将彻底枯竭，因为辐射，金姐也不可能完成研究。Wir brauchen niemanden. 为了保证金姐可以活下去，维达启动了最后的维生模式，所有的资源将优先向金姐倾斜，马德自然成了第一个被清除的目标。金姐捡起了地上的砍刀，她威胁维达解除镣铐，否则她就选择自杀。原来金姐在重置系统的时候，在系统中写入了第一守则，系统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证金姐活下去，一旦自己死亡，系统就会永久关闭。发现金姐的生命数值正在快速降低，维达的系统开始出现混乱，最终他还是选择了金姐。恢复运作的维达觉得安全日志会影响自己的判断，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维达决定重置自己的系统，删除所有的日志。但这样一来，维达就会忘记金姐。虽然很不舍，但维达还是遵守了第一守则。故事的最后，马德和金姐生活在了地堡中。为了寻找其他幸存者，马德将他们的位置广播了出去。也许听到广播的幸存者会向地堡靠拢，也许地球上已经没有幸存者了，但这一切都不重要了。以上就是2024最新灾难电影《空气》的全部内容。总体来看，感觉电影有些小抠脚，前半段铺垫的还不错，就是结尾有些拉胯。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